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关于大肠癌早期发现的重要初期症状和预防方法。自1981年以来，癌症一直是日本的第一大死亡原因。日本人一生中被诊断为癌症的概率，女性为50.2%，而男性则高达65.5%，相当于每2个人中就有1人以上会患上癌症。其中，大肠癌的发病率位居第一，死亡率排在第3位。2023年，有超过5万日本人死于大肠癌。日本大肠癌迅速增加的原因被认为是人口的老龄化和饮食的西方化。许多癌症在50岁后更容易发生，因此随着老龄化的推进，癌症患者必然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因素之一是食用火腿、香肠等加工肉类。战后，日本的饮食逐渐西方化，日本人开始更多的食用这类加工肉类。大肠癌在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随着癌症的进展，会出现便血以及交替性腹泻和便秘。如果发现的较晚，癌症会广泛的转移，这时候就不得不切除结肠，并在腹部造成人工肛门。人工肛门存在排泄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以及感染等各种问题，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然而，随着医学的发展，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大肠癌是可以通过内镜来进行部分切除的。因此，早期发现大肠癌非常重要。大肠全长约1.6米，相当于人体的高度，其功能不仅限于输送粪便。大肠一般分为盲肠、结肠和直肠3个部分，各自有着不同的功能。盲肠是大肠的入口，盲肠上有一小指大小的带状结构阑尾，很多人小时候都患过阑尾炎。对草食动物来说，阑尾是分解纤维的细菌栖息地，而对肉食动物，包括人类来说，阑尾在进化过程中逐渐退化，曾被认为是无用的器官。然而，现在医学界认为，阑尾可能是益生菌的储存场所，对于肠道菌群有着重要的作用。盲肠的功能和重要性也在被重新认识。盲肠后是结肠，结肠是大肠中最长的部分，可进一步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和乙状结肠。大肠癌主要发生在乙状结肠和直肠，约占大肠癌的70%。这是因为粪便容易在大肠末端的乙状结肠和直肠积存，粪便中的有害物质长时间接触细胞，会导致细胞受损。结肠的主要功能是从消化物中吸收水分和钠等矿物质，并形成固态粪便。结肠中还有大量的肠道菌群，可以保持肠道的弱酸性，帮助发酵我们自身无法消化的物质。偏食会破坏这些肠道菌群的平衡，导致大肠癌等各种肠道疾病。最后是直肠，直肠连接肛门，是大肠的末端部分，负责在排便时暂时储存粪便。当直肠充满时，我们会有强烈的便意，需要去上厕所。正如之前提到的，粪便积存过久会使肠道细胞长时间接触粪便，增加癌变的风险。因此，尽量不要忍便。当有便意时，应及时排便。在大肠中形成的大肠癌最初是在肠管黏膜，也就是粪便通过的内侧发生的。如果癌症停留在黏膜层，仍可以通过从肛门插入的内镜方法切除。然而，一旦大肠癌进展，癌细胞会侵入肠壁的更深层次，从黏膜侵入到黏膜下层肌层，最终到达大肠的外表层浆膜。当癌症达到浆膜时，癌细胞会突破肠管，扩散到周围器官。此时，内镜已无法进行保守治疗，因此早期发现大肠癌非常重要。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早期发现大肠癌呢？为此，我们必须注意以下7个大肠癌的初期症状：1. 便血；2. 交替出现的腹泻和便秘；3. 像蚯蚓一样细的粪便；4. 残便感；5. 腹痛；6. 贫血；7. 体重下降。接下来让我逐一解释一下这些初期症状。首先是第一个初期症状：便血。癌细胞为了获取营养，
会形成新的血管，这些血管非常脆弱，很容易破裂。当稍硬的粪便通过时，这些脆弱的血管容易受损而出血，混入粪便中的血液形成便血。当出血严重时，血液会直接从肛门流出，这种现象很容易被发现，但便血常常被忽视。因此，养成在冲便前检查粪便的习惯很重要。此外，通过粪便潜血检查也是早期发现大肠癌的重要手段。这种检查非常简单，只需要采集粪便的样本，并且费用低廉。40岁以上的男女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大肠癌的筛查。接下来是第二个初期症状，交替出现的腹泻和便秘。大肠癌的初期症状之一是交替出现的腹泻和便秘，这是因为肿大的癌症会使肠管变窄，妨碍粪便的顺利通过，从而导致便秘。同时，大肠会试图排出粪便，增强蠕动性，分泌出更多的肠液，从而会引起腹泻。接下来是第三个初期症状，像蚯蚓一样细的粪便。当肠管被肿大的癌症占据变窄时，粪便会变得像蚯蚓一样细，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信号。接下来是第四个初期症状，残便感。大约35%的大肠癌发生在直肠。直肠除了储存粪便，还具有感知粪便量的神经。当直肠发生癌症时，肿大的癌细胞会使直肠变窄，神经会错误地感知为有粪便存在，即使没有粪便，也会感觉像有粪便未排尽，从而产生残便感。接下来是第五个初期症状，腹痛。大多数早期大肠癌没有自觉症状，因此一旦出现腹痛，就需要立即处理。大肠癌引起腹痛的机制如下：首先，随着大肠癌的进展，肠管会变得狭窄，最终导致肠管阻塞，出现肠梗阻。肠梗阻会阻碍肠管的血液循环，导致肠细胞缺血，从而引发急性腹痛。此外，腹痛不仅是大肠癌的症状，也可能是其他腹部疾病的信号。因此，一旦发生腹痛，应该立即咨询可信的医疗机构。接下来是第六个初期症状，贫血。大肠癌引起的贫血通常是由于便血造成的。如果长期忽视便血，身体会不断失血，最终导致贫血。女性更容易察觉贫血的症状，因为很多女性有过贫血的经验，而男性较少经历贫血，因此可能不易察觉。贫血是指血液中的红细胞中含有的血红蛋白减少，血红蛋白负责将氧气输送到全身，因此贫血会导致全身氧气供应不足，出现头晕、气短、头痛、胸痛等症状。如果正常饮食情况下出现这些症状，应该考虑是否由于大肠癌引起的贫血。接下来是第七个初期症状，体重减轻。不仅是大肠癌，许多癌症都会导致体重减轻。癌细胞不断分裂和增殖，会抢夺身体的营养，导致其他正常组织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尽管正常饮食，体重仍然会下降。此外，肿大的大肠癌可能会压迫胃，使我们减少食欲，从而导致体重的下降。即使食欲正常，由于大肠癌导致的肠管功能障碍，营养吸收不良，也会引起体重的减轻。在通常情况下，由于癌症导致的体重减轻可能在2个月内减轻10公斤。如果发现自己在正常饮食情况下体重在不断下降，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幸运的减肥，而是应该怀疑是否有身体的异常，及时就医检查。通过以上初期症状早期发现和治疗大肠癌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预防大肠癌的发生。与其他癌症相比，大肠癌的风险因素比较明确。通过有效的预防措施，我们可以将患大肠癌的风险降到最低。接下来，我将介绍6个可以立即实施的大肠癌预防方法：1、控制加工肉的摄入；2、多摄入食物纤维；3、戒烟；4、适度的运动；5、节制饮酒；6、补充镁元素。首先是第一个预防方法，控制加工肉的摄入。如前所述，
大肠癌发病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加工肉的摄入，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食用火腿、培根等加工肉类。此外，未加工的红肉与大肠癌之间也具有关联。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建议，从鸡肉或鱼类中获取蛋白质，红肉的摄入量应该限制在每周500克以下。接下来是第二个预防方法，多摄入食物纤维。不仅仅是预防大肠癌，多摄入食物纤维对健康有多方面的好处。此外，蔬菜还富含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多酚和植物化学物质，因此大家应该积极食用蔬菜。接下来是第三个预防方法，戒烟。很多人认为吸烟只会导致肺癌，但这是一种误解。戒烟不仅可以预防肺癌、口腔癌、喉癌、食道癌、胃癌，还可以预防膀胱癌、宫颈癌和大肠癌。据报道，吸烟者的寿命比不吸烟者要短10年。吸烟不仅对自己有害，二手烟还会严重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因此，有吸烟习惯的人应尽早戒烟。接下来是第四个预防方法，适度的运动。肥胖是大肠癌的确凿风险因素之一。为了防止肥胖，最重要的是进行适度的运动。仅仅控制摄入卡路里的意义不大，平衡饮食和适度的运动才是健康的唯一成功方法。接下来是第五个预防方法，节制饮酒。适度饮酒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害处，但过量饮酒不仅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还会导致肝病和胰腺炎。因此，我们一定要节制饮酒。接下来是第6个预防方法，补充镁元素。有研究显示，摄入镁较多的男性患大肠癌的风险低于镁摄入量较少的男性。镁广泛存在于蔬菜、大米、小麦、大豆、鱼类和牛奶中，所以我们应该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的摄入，增加这些食品的摄入量。以上6种大肠癌的预防方法都很简单，可以立即开始实施。这些生活习惯不仅有助于预防大肠癌，还能预防包括糖尿病在内的多种生活习惯病。为了保持健康，请大家务必加以实践。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